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官方终于推出了特洛伊之歌的抢先看版本，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特洛伊之歌进行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特别的东西啊，有什么新的东西啊，有什么礼包之类等等的。那么首先就是地图的部分呢，这个我在之前也是跟大家解释过，就是这个地图只有4个阵营，而且它的布局呢是跟英雄战歌类似的，只是它这边有分成不同地区的名字而已，也是一样。关卡开放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要进入到这个区域，这个区域战斗不影响到我们后续的战斗，接着要进来这个区域打了温泉，可能这边会有一个关卡需要互相打，最后才来到皇庭。至于统帅测试方面呢，它一开始会给你测试阿卡琉斯，当然赫克托尔也是给大家做测试，所以你们可以在觉醒之前先去测试这2位统帅究竟适不适合你用，如果觉得 OK 的时候才去购买礼包，又或者是把你们的金头投资在这2位统帅上面。他所写的时间只有4天而已，在活动期间你们可以测试全新的统帅。第二点就是你可以在埃及之战、奥林匹亚之巅、日落峡谷、失落峡谷、塞罗利的危机中使用这些统帅，这2位统帅，但是不允许你们在王国或者是失落地图战斗或者是驻防，所以如果你们是想要拿来在 KVK 那边测试是没有办法的。但其实如果你不能在 KVK 这边测试的话准确性会比较低一点啦，所以你们或许可以开个埃及之战去做测试一下，看适不适合你搭配使用。但我会更加希望在 KVK 上使用啦，可能他们是觉得会不公平还是怎样吧，所以就没有开放给我们在 KVK 那边使用。然后这个活动结束的时候，这2位统帅就会自动从你的统帅名单那边移除掉，接下来就是你们需要自己去拿到10颗雕像召唤并且觉醒了。接下来就是他们的获取方法，首先你们就是可以看到赫克托尔，它是有一个箱子的，然后你需要用到钥匙去打开，这个跟我们黄金宝箱有一点类似啦，你可以选择1颗钥匙去打开，或者是10把钥匙去打开。至于钥匙的获取方法，你们可以在活动商店中购买，但是那些没有使用到的那些钥匙之后将会变成资源归还给你们，当活动结束的时候。然后下面就可以看到有一些概率，这里可以看到我们除了可以拿到雕像之外，还可以拿到星星，可以拿到8小时的训练加速乘以4个，3小时的训练加速可以拿到4个经验书，还有一些资源，这个就有点像我们以前的转盘这样子。那可以看到10颗雕像的概率会比较低一点啦，只有1.3%，一颗雕像的话可以拿到17.4%的概率，所以我相信大多数的几率呢，应该都是拿到1颗雕像而已，剩下的应该都是给一些星星或者是资源等等。不过其实这边概率最高的是3小时加速啦，有20%的概率。那它这边所谓的商店呢，就是需要你们花宝石去购买，这里可以总共买到500把钥匙，然后你可以买到1把免费的钥匙，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每一天都会刷新的啦。这里算下来，如果你们把这边500把钥匙全部买光，至少你要准备5万的宝石，剩下的就有点像我们转盘的礼包这样子，你要去购买就可以拿到一些钥匙，那钥匙的数量你们可以自己稍微看一下，也是一样有到黄金。至于另外一个阿卡琉斯，它就有一点像朗纳尔这样子，但是你们要拿到它的10颗雕像之前，也就是免费的那一栏之前，你需要花4.99美金去解锁，也就是差不多20块马来西亚令吉吧。解锁了之后，你才可以拿到后面那个雕像，所以这边加起来总共有20颗雕像。严格来讲还可以接受了，就相当于我们去购买了历史书写者这样子。但是它不同的地方就是朗纳尔那时候的礼包它是有限制，第1天、第2天、第3天、第4天，这个是可以直接购买完的。但是下一次你要拿到10颗雕像的时候，就需要花9.99美金，就相当于40块马来西亚令吉，然后后面就要花19.99美金，就是差不多80块才可以买完。然后后面它这个也是解锁的，就相当于再额外给你多10颗雕像，所以这边总数加起来差不多你要花150块马币吧，就可以把这边的雕像全部拿到。这边总共加起来的雕像50颗，150块马币拿到50颗雕像，各位觉得值不值得呢？美金的话就是35块美金拿到50颗雕像。再来编年史的部分我们来稍微看一下好了。那它这边前面的编年史其实跟我们
们一般的 KVK 差不多，就是你们进入了失落之地之后要建立20个联盟要塞，也会解锁卡鲁拉克第1个等级的，然后也会解锁破坏的王国要塞，拿到一些宝石。它是到了第2个部分建立军团的时候才会出现了这个木马，这个木马就是所谓的移动要塞啦。到了后面它可以解锁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这2位新的统帅的饰品，就是你穿戴上去之后它可以适合任何的统帅使用。但是我有个问题啊，赫克托尔他本来就是领袖统帅，他本来就是适配所有统帅的，所以他的饰品穿戴之后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影响吗？我比较好奇这一点。那这边有说到，那么在这个活动中呢，也是有一些任务需要大家去完成的。他这边任务的描述是希望大家把通用雕像转换为指定的统帅雕像，这边要10颗、50颗、100颗、150颗。其实间接性他也是鼓励大家去把金头投资在新的统帅上面啦，所以总共花最多就是要花200颗，并且你可以拿到一个技能重置卷，还有拿到一些宝石，加起来有3000宝石，然后拿到一些加速资源等等。但他也不是说所有统帅啊，他这边是有指定阿卡留斯跟赫克托尔的雕像，要换成这2位统帅才可以拿到奖励。再来就是祝福的部分呢，我在之前的影片中也是有跟大家介绍过。那这个就是他们点开之后看到的情况，他这个祝福是波塞冬的，可以相当于是他们的规则啦。这里就有说到，如果你想要获得这个守护神的祝福，要让他的技能生效的话，你必须要有一定数量的信仰值。那你们看到这边有一个036，这个就是信仰值，要有36之后才可以拿到了。那怎样累积呢？这个信仰值会每天增加，你的信仰值就等于说你要消耗的水晶除以15万加你的击杀再除以1000万，你才可以获得你的信仰值。但是他这边就有特别描述，这个信仰值你的击杀呢，只能从你的敌方阵营那边获取的击杀才会计算，如果你是打自己的同阵营盟友是不会计算在里面的。并且他这边是有要求，所有的祝福、所有的技能只能针对于你的部队是有超过20万以上的 T4、T5 部队才会生效。所以这边就跟我之前猜测的一样哦，它有一定的要求，不是说你的小号也可以去使用。当然我也知道有一些人的小号可能都已经有 T5 了，他们也可以携带这么多的部队，他这个有限制也算是好事情啊，不然每一个人都带小号出来，一大堆人有这些技能。而且他这边也是有要求你的击杀要到达多少才可以使用嘛。一般来说小号的击杀并不会拿到这么多啦，所以他才有要求说你一定要击杀你的敌人才可以拿到。然后这边下面你们看到这边的数目应该就是他的信仰值有多少吧，然后有他们那个技能点数，这个点数应该是你要慢慢去解锁，就有点像我们统帅的天赋这样子，而且也是有上限哦。但是他后面有说到要如何去获取，这里就有包括驻地任务，然后他们的奥林匹亚竞技场。第3个就是我们在 KVK 中期的时候，他会有一个统计，看我们击杀了多少的一个活动，所以是有3个方法可以获取的。后面就有介绍了这些祝福里面拥有的一些技能，并且你们可以看到它是会消耗祝福币的，当你们要使用的时候，并且如果你们选择了一个神的祝福之后，在短期之内是不能更换的。我们先看一下雅典娜这边的技能啊，每天可以获取一个卷轴，那个卷轴有不同的品质，可以获得随机的增益效果啊，它还是随机的，我还以为可以自己选。那这边就有包括1等级跟2等级都是会拿到采集的卷轴，小概率可以获得派兵的卷轴，在第2等级的时候，它这边派兵的卷轴应该是包括说我们可以拿到更高的部队数量，比较大概率可以获得治疗卷轴，等级3的智慧卷轴可以获得采集卷轴3，小概率获得派兵卷轴2，比较大概率可以获得治疗卷轴2，所以它这边还挺乱的，就是你不一定会拿到你自己想要的东西啊。下一个释放技能之后15分钟之内，使自身圆形范围内最多10支友方部队的所有伤害提升 5%， 己方所有部队每造成1万敌对阵营 T4 以上的部队重伤或者是阵亡的话，就会获得20个终极资源包，就可以拿到资源了。技能期间最多可以获得300个，所以这边你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它发动技能的时候是长什么样子，它这个圆形范围就是要在里面才可以。那第一个的话就是你需要去刚刚那个类似像天赋的地方拿到这些卷轴。至于第3个的话就是治疗的效果，这个我在之前也是跟大家讲过，对自身圆形范围内最多10支不处于战斗状态的友方及自己的部队每10秒造成1次强效
效治疗，治疗系数5万，持续时间15分钟。每支部队在离开自己的城市之后，受到来自任何部队释放的技能效果，这个治疗的技能效果最多可强效治疗50万的轻伤部队。它那个技能，如果你是说真的需要治疗的话，其实效果还蛮好的，它治疗的系数也很高。但问题是，它不能一边战斗一边使用，就是你特地要脱战的时候才可以使用，为什么不回家去治疗呢？可能是真的有这样子的需求啊，就是我们需要抱团的时候，可能不是每个玩家都是满血的，或许这个技能会有用到啦。但因为它限制太多，又有限制你治疗的数量，又有限制时间，又要限制你不在战斗状态的时候才可以治疗，这太麻烦了。下一个阿尔特弥斯的技能，它消耗的点数会比较小一点诶，它只要消耗25，但是它的冷却时间是每天 UTC 0点的时候才会刷新。它有一个主动技能，选择一个资源点或者是野蛮人存在献祭给女神，它就会马上快速的去移除掉你们这个资源点，每天最多触发1次而已呀。突然觉得这个技能好像又不是想象中那么好用了。它的被动技能造成对敌阵营 T4 等级以上的部队重伤或阵亡之后，就会额外获得金币资源，每天获取最多上限200万的金币。它第二个技能还可以接受了，因为我们打仗其实蛮需要用到金币的。当然，如果你是 T5 的玩家啦， T4 的玩家其实用到的会比较少一点，但是它一天只能移除掉一个，这样我们需要很多玩家都有这个才可以移除掉很多的资源点哦。它的使用效果就是你用统帅点击的那个地方，它会有一个标记，一个绿色的月亮，然后它就会消失了。第二个技能，释放技能20秒之后，以自身部队中心开启传送阵，可将最多10支友方部队转移至同行省内的盟友部队处，被转移的部队攻击力增加 10%， 持续3分钟。隐身状态下的部队无法被传送，这就有一点类似像神车这样子，你们可以大概看一下它是怎样传送过去的，就是你自己的部队中间啦，它会出一个传送阵，然后把你们传送过去。最后一个技能，释放技能10秒之后，使自身圆形范围内最多5支友方和己方部队，包括自己的部队隐身，所以这个技能跟前面那个技能是不能一起配合使用的。行军速度提升 100%， 持续300秒，也就是5分钟的时间了。所有部队在隐身持续期间无法被群体技能命中但是如果你们自己主动进入战斗的时候，就会解除隐身和其他源自于这个技能本身的争议效果，就像前面有提到的行军速度提升 100%， 这个也会移除掉，并且获得1000点的怒气。所以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它这个技能是怎样生效的。就你的部队会隐身呢，隐身状态下的时候，它是会发出绿色的烟雾。下一个技能就是阿波罗的技能，它这边消耗的点数也是要50点了，跟那个雅典娜差不多。它也是有分成主动跟被动技能，主动就是直接获得当前城市内所有资源建筑4小时的产量的资源被动技能，己方远程部队可以直接进攻敌方的联盟据点，并根据造成的伤害摧毁建筑的耐久度，摧毁耐久度等于工程车单位的攻击力乘以所率领部队的兵力，再除以1000万，最多摧毁目标据点 50% 的耐久度，每日最多可以通过本技能摧毁1万点的耐久度，也是跟之前精兵伐谋差不多吧。它工程车就变得很强，也是需要通过解锁，然后就可以拿到资源了。从自己的城市里面4个小时里面的一些资源产量，它会直接收入你的囊中。第二个技能，使一支设置成远程，也就是雁行阵的状态下的部队，远程形态的时间延长6秒，在远程状态下攻击的范围扩大 50%， 但只能选择固定的角度进行攻击，并且怒气恢复速度降低 10%， 持续时间30分钟。远程形态期间可以转换角度，这个跟强攻劲弩是差不多的，它的范围是真的变得很大哦，你们看到吗？也是一样，只有一个伞形范围，它不再是圆形范围了。第三个技能，使一支设置成雁行阵的部队不需要变成固定的远程状态，就是锁在地上啦，它可以一边行动一边攻击，但是它需要离开城市15秒之后才可以发起攻击，并且攻击力降低 15%。 该部队进战的范围内没有敌方部队的时候，造成的伤害增加 30%， 持续时间30分钟，也是跟强攻劲弩差不多吧。它可以一边走一边攻击哦，看到这个小图片吗？最后一个就是波塞冬，它需要消耗的祝福币只有5个这么少的吗？每
每日可快速击杀7支野蛮人部队，不消耗体力哦。己方野战部队进入战斗后，使自身部队和圆形范围内最多5支敌方部队行军速度降低50%，远程反击伤害提升30%，持续时间10秒，冷却时间10秒。就你自己的部队也会降低速度，敌人也会降低速度了，但是你们的远程攻击就会比较痛一点。所以他这个情况其实是利用了你的远程部队去攻击敌人啊。第二个技能，除了正在基础攻击或反击的部队需要持续2个回合或者是以上，己方对其他部队造成的伤害降低10%，其他部队对己方造成的伤害降低15%，持续时间15分钟。所以这个技能算是有 buff 有 debuff 吧，感觉这个技能不是很好用。最后一个技能，自身兵力低于50%之后，若受到夹击数大于10的话，则额外获得30%的所有伤害抗性，持续时间15分钟。感觉他这个技能也没有到特别好用啊，有一点复杂啊，这边的技能。但是这个技能对于你好像打仗打了一段时间，兵力越来越少的时候，是还蛮适合用的。接着就是木马的部分啊，这个在之前也是有介绍过，它的规则也是在之前就有讲过了，这边就不再多赘述了。但是这个木马呢，其实是你需要用技能去解锁的联盟技能，并不是说你想要用就可以用了。在同一个阵营要塞里面的联盟，每一个联盟只能拿到1个木马而已，所以总共它只有5个。然后这个木马你们可以转换的，就是你看你要给它固定在地上，还是说你要转换给它移动。那移动的地方之前就有讲过了，它几乎是每个地方都可以去的，但是当你们选择好地点之后，你就要放在那边建立成木马要塞，像这样子。但是这个木马要塞在皇庭在温泉是没有办法建立的，每个地方都能去，但建立的地方就只有皇庭跟温泉除外。而且我看他这边的图片好像建立的时间还蛮短的，他刚刚放下去的时候才不到一下子你看啊，他放下去，他走过去，然后一放下来，这边我们算3秒时间吧，他点开只剩下1分钟多的时间就可以建立好了。我不确定他这个参考时间是不是正确的，那如果是正确的话，其实他这个建立起来的速度还蛮快的，而且也不需要连接我们的旗帜或要塞就可以马上建起来了。最后就是这个决斗场了，你们需要设置好部队，然后他就会自己派出去跟对方战斗，一个部队打一个部队啦，他会自动去控制的，你们不需要去控制。如果你那个部队没有打死的话，他就会回去原本的位置，然后添加一点点的兵量，再继续打下一个敌方部队。那基本上他这边介绍就是这样子了。那各位看下来之后觉得这个剧本怎么样呢？这边还有一点要特别注明啊，就是当他这个木马要塞建立好之后，你们就可以直接牵程过来，但是不代表你这个地方是安全的，你的敌人依然还是可以攻击你的城市，只是让你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牵程吧。而且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木马要塞它走过来要多久时间这个才是问题啊，有可能我们也都已经随机牵程到这个地点了，这个木马还没有走过来，所以我对这一点有一点顾虑啦，因为感觉它走的还蛮慢的。你们可以看画面这边它走动的时候，你看它是慢慢移动过去的哦，所以我觉得有很大可能我们已经随机牵程过来的，这个木马都还没有到。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了，它比较复杂的地方还是技能这边呢，可能你们要自己去研究一下哪个技能会比较适合你们使用。我觉得早期的话应该会比较适合用那个野蛮人的吧，就是波塞冬的那个技能，但是也就只有7个野蛮人不需要消耗体力。如果远程的玩家就可以使用阿波罗的技能，阿尔特弥斯的技能确实会比较复杂一点的，会比较难用，而且我觉得有点不太合理的地方就是你要走过去才可以让那个采集点消失，也只有1个采集点而已这个是让我比较不爽的地方吧。 OK， 大概是这样子啦。那我的国王说他会想要去报名这个新版的 KVK 啦，看之后我测试下来看有什么反馈啦，之后再跟大家讲。所以各位在看了今天的影片之后有什么看法呢？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个影片再见。